他是泰国的商业传奇，但从16岁开始，他就沉迷游戏，荒废学业。不过他在游戏中有很多极品装备。这天，游戏里的玩家想要买他的装备，但10多年前还没有游戏打金一说，他也不清楚这些装备到底值多少钱。于是，第一个代价狗就此诞生。他让买家出价，然后在对方的价格上又加了3成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对方不仅爽快答应，而且还提出用现金购买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游戏装备还能卖钱。由于他没成年，还没有存折，于是他借来爷爷的存折，并把账号告诉对方。第二天，他就从存折里取出大量现金，这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他就是伊奇帕科彭温奇，一位泰国史上最传奇的商业鬼才。利用这种方法，他开始在游戏里大量捞金。他的卧室也成了游戏工作室。父母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儿子沉迷游戏不说，眼看高考在即，他竟然还不思进取。小姨极力解释，这都是在游戏里赚来的，但父母根本不信，还不准他玩游戏，让他备考大学。他是商业鬼才，却不是学习天才。几个月后，他不出意外的高考落榜。因为这件事，他跟父母大吵一架。因为有游戏的收入，他让父母别管他，毕竟他能靠游戏养活自己。可就在当晚，他发现自己的游戏账号被封禁了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为了不在父母面前打脸，他从二手商贩那买来一批光碟机。可拿回家后发现这都是有问题的产品，他去找商贩理论，结果不仅机器没换成，还被商贩追着打，但他还是不打算靠父母，于是他又买来一台自动板栗机，准备靠糖炒板栗来赚钱。当老爸知道后，当场来了套素质3连，因为这种机器3万一台随便买，而他却花5万买了台二手的。父母对他简直失望至极，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。第二天，他就走上街头研究糖炒板栗的制作方法。小伙假借买栗子为由，在一旁偷偷学习糖炒板栗的制作方法。大爷说，飘起来的栗子不能要，沉下去的才是好的。小姨赶紧记下来，但老头突然一伸手，想学习得交钱啊。小姨心想，我要有钱还犯得上炒栗子吗？见大爷不好忽悠，他就开始从各个商贩那里学习经验。从大妈那里得知，用鹅卵石炒栗子才能受热均匀。在一个男人的摊位上，他学到糖炒板栗的糖料。在经过数次失败后，他终于做出终极版糖炒板栗。他迫不及待地拿给父母，没想到竟得到父母的一致好评，味道的问题解决了。接下来就要找一个适合摆摊的地点。小姨准备把第一个摊位放在停车场附近，因为在商场消费后应该都会买点零食再回家。很快他就跟商场签订合同，可开业第一天他就备受打击，旁边的商贩都生意火爆，而自己的摊位却无人问津。他让管家大声吆喝吸引顾客，可喊了一天一份也没卖出去。他跑到商业街学习叫卖的方法，可学了半天才发现吆喝不是重点，合适的产品出现在合适的地点才是最重要的。他又是重金把摊位换到了商场门口，结果没多久他就收到管家电话。他急匆匆赶到商场，果然他们的糖炒板栗供不应求，管家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才打电话给他。刚赚钱的小姨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，而是瞬间萌生开分店的想法。但管家劝他做事要一步一步来，不然的话容易扯到蛋。小姨早就算了一笔账，一个摊位能赚10万块，10个摊位就是100万。他没有顾忌管家的扯淡言论，而是立即着手自己的分店开业。几天后，他在商场里的10家分店全部开业。就当他准备大赚一笔时，商场经理却给他当头一棒，因为炒栗子的烟把商场顶棚给熏黑了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他的所有摊位都要倒闭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去给顶棚刷漆。白天商场要营业，所以只能晚上干。然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这天，母亲告诉他，父亲的公司破产了，他们在泰国的所有资产都要被银行查封，父亲名下欠了大量债务。父母决定去外国投靠亲戚，可自己的生意刚有起色，他不甘心就此放弃。在机场，他告诉父母自己要留下来。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，这一次父亲没有拒绝。小姨望着父母憔悴的背影，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赚钱，帮家里还债。几天后，又一个坏消息来了，由于小姨刷的漆没有干透，第二天被油烟一熏又滴了下来。小姨被众多业主投诉，商场决定撤销小姨的所有摊位。回家后，发现家里的房子已经被银行查封，此时的小姨已经无家可归。第二天，小姨跟女友约会，在车上，他尝了口女友买的海苔零食，没想到这看似普通的零食竟然好吃到舔手指。他没有沉浸在美味的海苔上，而是从海苔中发现了新商机。回家后，他把板栗机全部卖掉，又买来几10箱海苔的原材料。他跟唯一的生意伙伴老管家开始研究海苔的制作。没有经验的2人不断失败，做出来的海苔不是苦了就是咸了。几10箱的原材料全部用尽，他们还是没做出让自己满意的海苔。一直陪伴他的管家劝小姨放弃，干脆去国外投奔父母，好好过日子。但小姨却非常坚定，她相信失去的越多，得到的才会越多。于是她开始变卖家当，用仅剩的钱买来最后的5箱海苔。当天晚上天降暴雨，小姨来到小作坊，发现管家因地滑摔倒了。小姨赶忙将管家送到医院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接下来的路只能靠她一个人了。起锅烧油，将海苔在油锅里炸上一会，待海苔定型，立即捞出，将油甩干后，一款老少皆宜的零食就此诞生。可还没嚼上2口，他眉头紧皱，一口吐了出来，这味道跟搅拌脚鞋垫差不多，手臂上留下许多因炸海苔落下的伤疤。箱子里的原材料也全部用完。正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旁掉出来的海苔原料，他依旧用之前的方法烹饪，但这次的海苔竟然干爽不油。他尝了一
口，这次的味道终于对了。他疑惑地拿起仅剩的一包海苔，原来是昨天下雨导致海苔原料进水，也就是说被水泡过的海苔才是烹饪秘诀。看来很多秘诀都是无意间发现的。油炸海苔一经上市便深受顾客青睐，他在手心里写下100万，凭借海苔生意他足可以养活自己。于是他鼓起勇气给父亲打去电话，现在的他完全有能力帮家人还债。可当父亲告诉他家里欠了4000万时，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。如果要还上4000万，他起码要不吃不喝卖40年海苔。回家后，家里的房子已经被银行拍卖。在收拾父母照片的时候，发现柜子里竟然藏了大量安眠药。直到现在，他才体会父母的苦心。为了给自己安稳的生活，巨额债务竟让父母无法入眠。他决定，就算需要40年，也要帮父母还清债务。这天，他从超市出来，碰巧看到地上的塑料袋，再仔细一看，竟然跟自己手里的塑料袋一样。他回头一看，但是这条街道就有3家超市，而且他们都是连锁经营。一个能扩大销量的想法瞬间诞生。第二天，他穿上父亲的西装，来到超市总部。在这里，他顺利见到市场部经理。可当经理看到他的产品时，却当场拒绝，因为包装看上去非常简陋，不仅体积太大摆不上货架，而且拿在手里就跟一包咸菜似的，完全跟高档零食不搭边。这点问题自然难不倒他。小姨来到包装公司，根据市场经理的建议，对包装进行升级。几天后，他拿着一箱升级版的海苔再次来找经理，但接待人员说今天经理要全天开会。小姨说不管多晚都会等他。可小姨看着经理在里面转来转去，就是不出来。很明显，经理根本不想见他。最终，小姨拿着海苔准备离开公司，她没有把海苔带回家，而是随手送给了电梯工。这次的失败对小姨打击很大，但她没想到的是，当公司职员坐电梯时，正好看到一箱海苔，他们每人拿了几包准备送给同事，结果大家一尝竟然都停不下来。没多久，这款极品美味的海苔人尽皆知。几天后，经理邀请小姨来谈合作，他的海苔不仅可以在公司超市上架，甚至跟自己有合作的超市也可以联通销售。到时候7万多家便利店都会出现小姨的海苔。但在此之前，根据正常流程，必须先到工厂制作。这一下又给小姨难住了，因为她根本没有工厂，所有的海苔都是在出租房的厨房做的。她准备去银行贷款开工厂，但此时的小姨只有19岁，并且父母因欠钱跑去国外避难，这样的资质没有银行愿意借给她钱。走出银行，小姨在车里崩溃大哭，机会就在眼前，她却无力抓住。就在这时，她发现机会真的在眼前。随后，她将唯一的资产汽车卖掉，再用卖车的钱租下厂房。几天后，一个小型加工厂诞生了。她跟工人们白天一起干活，晚上睡在一起，所有环节都是亲自把控。终于在检查前全部完工。可当市场经理来检查时，却发现一大堆问题。新刷的油漆质量很差，洗手盆也不是脚踩的，日光灯没有灯罩，容易落灰。小姨说这些问题马上就能解决。送走市场经理，小姨立马着手环境改造，日光灯安上灯罩，洗手盆换成脚踏式，所有工人都配上工装和手套。不久后，市场部的检查结果通过传真发了过来，可到了最终结果那里，因为眉墨显示不出来。小姨急忙跑到阳光下，透过阳光，她看到依稀可见的2个字：通过。这一刻，她的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。当天晚上，工人们纷纷忙着搬货，她一把抱住一直陪伴她的管家，因为这次如果再失败，她可能真的会一蹶不振。没有管家的陪伴，她很可能走不到现在。所有人忙活了一整晚，终于赶在天亮前将海苔送到了指定地点。这次，她终于有底气拨通父亲的电话。小姨告诉父亲：“你们可以回家了，家里的债务我有能力偿还。”说完，小姨便流下眼泪。这一路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仅仅1年的时间，她就帮父亲还清4000万债务。她的海苔出口全世界，不到30岁，资产便超过100亿。一位网瘾少年成功逆袭亿万富翁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不断失败的小姨从没想过放弃，所有困难在她面前都有解决的方法。也许每位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从不放弃。